哦，一下踢到了颈部，再打身体，又一次，平勾，击倒，漂亮。贝特伦很擅长。好的 KO， 她是中国当之无愧的 KO 女王，连张伟丽和严小楠见到了她，都要尊敬的叫上一声大师姐。她叫龚艳丽，来自菏泽，绰号 KO 之王。出身于武术世家的龚艳丽从小就开始练习传统武术，转战自由搏击之前，龚艳丽已经获得了多次青少年锦标赛冠军。转战自由搏击之后，也是直接获得了27战全胜，其中有18次 KO 对手，至此被全米粉丝称之为是 KO 女皇。别看是个女娃娃，真要是打起架来，龚艳丽可一点都不会含糊。就在龚艳丽即将称霸女子拳坛的时候，突然杀出来了一个8年无败绩的女子选手，她叫贝特伦，来自荷兰，绰号黄金女孩。自从贝特伦来到中国拳坛，对中国姑娘就特别不友好，只要能把中国姑娘打破相，贝特伦就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中国姑娘。龚艳丽面对这个8年无败绩的荷兰勇士，内心却毫无波澜。然而大部分拳迷粉丝都不太看好龚艳丽，毕竟贝特伦的实力太过恐怖，甚至还预测龚艳丽会在第1回合被贝特伦 KO。 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龚艳丽是如何终结贝特伦的。请长按3秒点赞，比赛开始。女将8年没有输过，从16岁开始。战力在这个级别上绝对是世界一姐的 veteran， 而且在自己的职业拳击3战全胜， MMA 2战全胜，而且我们才知道有可能还是 Ronda Rousey 的这个弟子啊。现在的 veteran， 我们看龚艳丽用的什么办法？一上来进内围，然后进了内围以后马上开始攻击，攻击完了马上抱对方，不给对方打出来距离的机会。但是在内围感觉贝特伦也是攻击很凶啊。没错，这场比赛应该在1个月前就要开打，结果龚艳丽因为伤痛来袭，不得不向赛事方说明情况，所以这场比赛足足推迟了1个月之久，才得以继续进行。然而这个贝特伦在这1个月斩杀了多位中国姑娘，对中国姑娘的战术打法还是颇有了解的。世界冠军，对，刚才是有一个意外的用脑袋撞在了贝特伦的下巴上，要小心一些。是的，那现在一个前手的直拳很重啊。贝特伦其实也非常熟悉这个时间差，漂亮，前置后摆，顶袭击很重啊，还好只能一下袭击啊。小心啊，高位扣踹腿，后卫的摆拳顶膝抱住。龚艳丽现在没有近身以后的这一下攻击会很危险的，还是看一下自己的教练想寻求一些更多的指导。没错，又是前面的左右组合把龚艳丽打退了。要知道 veteran 不光是 X 进攻的女子代表，也是这个 WBC Muay Thai。贝特伦就像是一个有头脑的坦克，不仅可以做到攻防兼备，而且还可以时时刻刻对龚艳丽发起主动进攻。然而龚艳丽只能做着防守反击，从进攻攻势上就可以看出，贝特伦明显是压了龚艳丽一头。龚艳丽甚至无法组织有效的反击来与贝特伦进行对峙，毕竟这个贝特伦打出的拳脚进攻太过频繁，根本不给龚艳丽任何喘息的机会。没错，现在汪可涵成了 veteran 的这个队友，也是他非常非常好的朋友。可能汪可涵再次打 veteran 的机会可能不太大了。张北刚老师已经警告了龚艳丽，他知道 veteran 如果找到了机会，这种 X 进攻的狂练输出可是非常强大的。用正蹬腿来保持和对手的距离，前后的左右截大摆。龚艳丽的这个射程比对方要近，好的，要多做这样的进攻。前摆很扎实的一个前摆拳。在中国，龚艳丽虽然进攻攻势不是很明显，但发出的反击动作还是具有一定威慑力的，最起码没有让贝特伦拿到大比分优势，同时比赛节奏也是没有被贝特伦掌握。总体来说，贝特伦的主动进攻只能起到一个压制性的作用，并不能直接碾压龚艳丽，毕竟龚艳丽也不是什么想欺负就欺负的角色，都是打在了对手肩膀上肩膀上。还好这手套相对来说要大一点，对要宽一点。veteran 的第1回合非常不错，龚艳丽也找到了跟对方进攻的方法，转身的后蹬腿、侧踹腿，第2回合开始了。贝特伦不愧是8年无败绩的拳坛女将，在战术打法上确实占据着一些优势。不过龚艳丽也不是什么善茬，最起码会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，对贝特伦发起保守式进攻。然而这个贝特伦所实施的战术打法极其精湛，根本不给龚艳丽任何休息的机会，无时无刻都在对龚艳丽发起猛攻，可以抱对方，这样是给对方一个正面。
那么刚刚在警告，战报要尽量减少啊。此滑波，龚彦丽这个时候面对第二回合是 Veteran 的强势局啊。后手塞到。哦，要压点了吗？对，刚才又是用脑袋撞到了贝特伦啊。压点了。这样的话一分消极，那龚彦丽就更不好打了。进攻，你就是要进攻，进攻推开了，进攻推开了，进攻高进去，推开了，推开了不要放。啊，时机漂亮。放个走。集中精神了。裁判还是在细节判定上很专业的啊。贝特伦这个家伙也太恐怖了吧！不管龚彦丽做没做好准备，就直接逼近龚彦丽内围做动作。然而龚彦丽的防守反击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，最起码没有让贝特伦掠夺过多的点数优势。即便贝特伦的进攻攻势很强大，那也无法让龚彦丽知难而退，而且还激发了龚彦丽内心的潜能与爆发力。你的重心压低了，开始攻击对方的腹部。这边龚彦丽的教练告诉他不要退，要对对手的腹部进行更多的攻击。又扣了一分，又压了一点。要进攻，要进攻啊！这样对龚彦丽来说，如果想胜这场比赛，只有终结对方一图了。对，没错。第二回合的话被扣了2分呢。哦，扫踢，顶膝。Veteran 不光是拳法很犀利，在箍颈以后的内围技术也是很丰富。好的，中扫。龚彦丽的后手摆拳没有打到。龚彦丽扫踢。8年无败绩足以证明贝特伦的实力。然而龚彦丽也是维持了好几年不败，虽然没有贝特伦维持的时间长，但龚彦丽的 KO 率要比贝特伦高出很多。不过这个贝特伦貌似是受到了控制，随时随地都在对龚彦丽发起主动进攻。职业拳击的原因是很诡异的，因为在自由搏击这个级别，没有人跟他打了以后才会去参加职业拳击，而且还拿到了3战全胜这样的一个。另外他还打过 MMA 啊，还是在 Ronda Rousey 的馆训练啊。好的，漂亮，左右互抡。还是 Veteran 的，我们前面的勇士崛起，包括我们今天联孔乐队的演出，包括我们各位漂亮的 ringer 啊，都是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亮点。好，第3回合开始了，龚彦丽貌似用头撞到了贝特伦的鼻子，只听见一声惨叫，裁判就直接暂停了比赛。然而这并不是龚彦丽故意而为之，只是2人互相碰撞了头部，龚彦丽的头部比较坚硬一些而已。看来贝特伦的头部很是脆弱，并没有龚彦丽的硬度强。脑袋撞在贝特伦的鼻子上之后啊，这边是被顶出了鼻血。扫踢。这边因为想要率先进入到近距离的进攻和缠抱当中，这拳打后脑的嫌疑。全程都在猛打猛冲的贝特伦依然没有放松警惕，看似一直在发起主动进攻，实则是在试探龚彦丽的底细。不过龚彦丽一直不交实底，虽然是处于被压制的一方，但龚彦丽依然有方法来与贝特伦进行对峙。在多次的横拳利弊下，龚彦丽内心也是在做着思想斗争。他拿不到，对龚彦丽来说，他是拿不到进攻的机会，反而对手袭击是很厉害。对，龚彦丽更希望打到中近距离这样的一个距离。好，德林老师警告了贝特伦。不要打进中距离啊！他上来中距离。好，这个2次打击。对，不要和对手靠得太近。前摆打到，刚才躲过贝特伦往左边闪躲之后的这个迎击是打得很漂亮，没错，希望能够再打得好的，又是一个转身的。全程都在发起主动进攻的贝特伦，体能怎么可能会不受到影响？所以裁判警告贝特伦不能使用箍颈。双手的箍颈，对，这个有这个消极的嫌疑。龚彦丽前摆后直。Veteran 现在要找一些有效的进攻方法了。现在明显我们看到龚彦丽发挥出来了自己的一些动作。龚彦丽可以让对手先主动出拳之后进行躲闪的迎击。因为如果他率先发动进攻的话，距离是有些远。没错。
Veteran 的连续进攻，连续前后。频繁实施防守反击也是让龚彦丽浪费了大量体能，唯一制胜的可能就是终结贝特伦，另外别无他法。毕竟这个贝特伦所获取的比赛优势很明显，而且还是全程处于主动进攻。比赛即将进入尾声，龚彦丽基本上没有发起过任何主动进攻，全程都在保守式进攻或者是实施防守反击。甩踹，哦，龚彦丽的战术很简单，用步子和身法移进去，给对方中距离直接打住。哦，被对方后手，甩踹，在铃声响起的前1秒钟，贝特伦还在擂台上活蹦乱跳，结果下1秒就被龚彦丽转身边拳放倒，倒地不起的贝特伦瞬间丧失了比赛资格，比赛胜利与贝特伦擦边而过，贝特伦获得胜利只需1秒钟，结果这1秒钟被龚彦丽所获取。超级大翻盘！这场转身的逆天举起自己现在的表现。哦，贝特伦在这边已经是失去了。这一拳虽然有很大的运气成分，但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自身要是没点实力，龚彦丽也不会打出如此高质量的一拳。龚彦丽这边赶紧把贝特伦的腿往上抬一抬，达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高峰。哦，这边我们可以公正的讲，在前3回合，在压哨前的那1秒之前，龚彦丽是处于绝对的劣势的。哇，这个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转身的边拳，但是这一个逆转实在太漂亮了。这就是，而且那一拳直接贝特伦是失去了意识。对，这就是搏击的魅力。做好准备的龚彦丽等的就是这一刻，幸好龚彦丽抓到了机会。大家感觉龚彦丽打得好的话，请多多点赞，让更多人看到龚彦丽的硬气。